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3月27号发布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指出美军对华进行海空抵近侦察变本加厉。2021年，美军在南海地区继续保持高强度的海空抵近侦察。据不完全统计，在空中，美军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开展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也频频前往南海开展作业，累计达419件日。报告显示，美军在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大型侦察机每年有2000架次左右，加上其他的加油机和战机，各式飞机约有4000至5000架次。另外，每天还有5艘左右军舰在南海、东海或黄海活动。报告并显示，2009年以后，美军活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已大幅提升。其中，2021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演习演训95次，实际超过100次，数量和规模均超过2019年和2020年。美军还加强与域外国家的联合行动，演习科目极具针对性，加强验证包括多域战、远征前沿基地作战、分布式海上作战、对抗环境下滨海作战等新兴作战概念。而在俄乌战争下，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撰写报告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认为，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而美军针对南海以及台海动作频频，这早已经不是新闻。3月15号，美日2支两栖作战部队在静冈县东富市演习场向媒体公开了运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快速兵力投送的岛屿作战演习。该演习由日本水陆机动团第1水陆机动连队长佐开雅史上校与美海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指挥官迈克尔·纳科尼兹大校共同指挥，规模上千人。其中，日本水陆机动团出动400多人，美海军陆战队出动600多人。深圳卫视特别观察员毛峰在现场了解到，美日此次演习直接指向所谓钓鱼岛有事和台海有事。我还在现场观察到，那么日美的指挥官都明确指出，这次演习对于应对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事态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这里强调要应对一切周边事态的军事危险，说白了就是要防备和应对台海有事。